当一个国家开始害怕自己的人民时，它离真正的深渊就只差一场返乡潮的风暴。11月13日，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，空气比冬天的霾还要沉。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会议，罕见地抛出一句刀锋般的警告，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治乡。别被这句话的官腔迷惑，它的真实意思比任何新闻标题都要刺眼。已经有越来越多曾经脱贫的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，被迫提前3个月踏上返乡之路。据官方数据，中国脱贫人口有超过3000万，在外务工，整个中国农民工规模接近3亿人，其中 1.8 亿人离乡千里靠城市活着。但现在他们回来了，不是为了团圆，而是为了失业。如果这不是警报，那什么才是？往年农民工返乡是带着薪水，带着行李，带着城市里半年攒下的希望回家过年。但今年不同，现在离春节还有整整3个多月，返乡潮已经提前启动。湖南衡阳县的统计最残忍，2025年春节前后将返乡18.3万人，其中超4万人返岗无望，不是不想，是沿海工厂没岗位，工资低的像开玩笑。如果说往年返乡是为了过年，今年返乡是为了躲倒闭、躲裁员、躲生存困境。有人说沿海机会少了，就往中西部转。可事实更赤裸，工厂没订单，服务业冷清，建筑行业冻结，中国每一个方向都在同时熄火。制造业和建筑业占农民工就业的 44.7%， 住宿餐饮、零售、运输这些第三产业又占 54.6%。你随便挑一个行业，都是裁员潮在席卷，没有一个地方能容纳、安放他们的未来。城市撑不住他们，而国家不允许他们回家，这才是最讽刺的部分。按理说，人失业了，回家种地、陪家人，寻找新的可能也是出路。但中国不是这样，因为农村根本无法养活他们，而政权更害怕他们回家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要防止规模性返乡？难道返乡是犯罪？返乡会危害社会？答案不好听，但真实。返乡人口共享同样的伤痛，共同看见同样的真相，中国经济真的扛不住了。他们将不再相信是你自己不够努力，他们会开始意识到是国家没有路了。这才是某些人最恐惧的。返乡治乡会暴露3层现实，层层都是炸药桶。现实一，农民工的收入系统性断裂。农业农村部在会上说的稳就业、稳收入、防返贫，已经说明问题。农民工的城市收入正在断崖式下跌。从出口数据到工厂用电量，从房地产投资到青年失业率，每一个指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。中国经济从2024年开始进入实质衰退，这并不是夸张，是数据写出来的。2024年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多月在50以下。2024年3季度年轻人失业率飙破 20%。房地产投资2024年累计下跌超过 10%。出口在多个季度负增长。当工厂没有订单，第一批被裁掉的就是计件工人，就是临时工，就是农民工。他们不是不努力，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引擎熄火了。现实二，农村没有工作，他们回去等于2次返贫。农业农村部会议上还强调，异地扶贫搬迁区和重点帮扶县要稳住就业。这意味着一件提前被承认的残酷事实：农村无法吸纳返乡劳力。农村的土地规模有限，种地不赚钱，一年忙到头，好多人连化肥钱都赚不回来，更别提中国的制度性掠夺。农村医疗保障极低，农业补贴寥寥，农民养老待遇远低于城镇居民，土地集体所有，
农民无权自主处置资产。农民在城市赚不到钱，回到农村也只能继续穷。返乡不是重生，而是重返贫困。现实三，大量返乡人口形成稳定隐患，这是最触目惊心的部分。因为在北京高层眼里，返乡群体不是公民，而是风险点。当上千万人同时回乡，同时失业，同时共享愤怒，他们就是系统性不稳定的源头。历史不会撒谎，中国历史上所有大规模社会变动几乎都从农村爆发。北京懂这个规律，所以他们害怕的不是返乡本身，而是返乡之后形成的共识。于是我们看到全国出现了诡异的返乡报备，这是一种非常诡异、非常罕见、非常不祥的政治行为。全国各地开始要求农民工返乡报备，原因不是疫情，不是治安，而是返乡潮本身就被当成一种危险信号。这背后透露的恐惧只有一句话能解释：怕人民聚在一起，怕他们互相讲真话。当人民不能在城市活，也不能回农村，这国家的未来就像断桥。农民工在中国是最底层，也是最大的群体。他们撑起了工厂的流水线、城市的地铁站、外卖体系、建筑工地、服务行业。他们是 1.8 亿双最真实的手。当城市不再要他们，农村无法接住他们，国家也无法给出任何新的路径时，他们的存在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。接下来这些人怎么办？这个国家又该怎么办？农业农村部说要开发公益港，但专家已经坦白，这些措施都只是喊给上面听的口号，根本没钱、没空间、没产业可支撑。技能培训，培训完没有岗位；扶持车间，车间自己都活不下去；稳定就业，城市本身已经没有就业。当制度性的掠夺没有改变，农民工的命运也不会改变。真正恐怖的不是返乡潮，而是政权害怕返乡潮。当一个政权开始害怕人民回家，当一个国家不允许公民在城市生存，也不允许他们返乡，那就只有一个结局：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临界点。因为一个政权可以假装经济强劲，假装就业稳定，假装外资回流，假装城市繁荣，但他没办法假装3亿农民工的去向，无法掩盖，也无法伪装。返乡人口的移动就是现实的投票，这是中国当下面临的最深层危机。很多专家很喜欢装轻松地说，经济有周期，现在不好，未来会好起来。但农民工的失业不是周期，而是结构性坍塌。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经济下行，而是中国的经济模式本来就建立在对农民的压榨上。30年来的高速增长，是几亿农民工用最廉价的劳动力堆出来的。但廉价劳动力这4个字背后是制度性剥夺，不能在城市落户，不能享受同等社保，子女无法在城市接受同等待遇教育，工资低，社保低，保障低。说的次一点，他们从来不是被当成人力资源，而是可替换的零件。当劳力不再便宜，当订单不再充足，当世界供应链重新洗牌，这些曾经撑起中国经济奇迹的零件就被瞬间抛弃。一句话，模式崩了，不是农民工崩了。为什么北京最怕规模性返乡？这件事的关键绝不是经济，而是政治。返乡潮之所以被定性为风险，原因只有一个：一旦返乡人口集中，真相会以指数级扩散。在城市，一个人失业，旁边的人可能还在上班；但在农村，一个村失业就是一片地区失业，一个县失业就是10万、100万规模的失败。而且，城市里的信息是碎片化的，返回农村的信息会被集中和放大。
每个人的悲惨经历都会变成共识。共识是什么？不是我失败了，而是中国经济在失败。这是一种制度最恐惧的东西，它不能让这些人聚在一起，不能让真相在乡村传播，不能让愤怒形成规模。于是你看到，返乡要报备，村里要稳控，镇里要排查，县里要监测。这些词听起来像处理疫情，但它们不是病毒，他们只是想回家。一个国家把返乡的人当成隐患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隐患。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件事：北京可能再次用公共安全之名恢复区域封控，并不是因为病毒，而是因为返乡人口的不稳定性。封控是他最熟悉也是最有效的手段，可控人流，可控信息，可控聚集，可控情绪。一句话，风控可以控制失业，却无法解决失业；风控可以锁住人，却锁不住现实。一旦一个国家需要靠风控来维持表面稳定，那它已经走到存亡边缘。城市里，农民工是被裁掉的第一波；返乡后，农民工是被嫌弃、被恐惧、被重点监测的那一群。一个政权如果不让你在城市生，不让你回农村活，不给你未来，却要求你保持稳定，那他不是在维稳，是在制造绝望。当一个政权害怕自己的人民，那就意味着他离崩裂的距离比我们以为的更近。